了乾隆五供啊这个话题以外，所以拿出3件的3个碗，这个可能以前有上过相，这2个应该是确定没有。这一件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是四面开棺，就是花果类或者祠堂类啊，它底下写的是雍正年制，是料款，我认为是对的，啊，东西我认为是相当漂亮，但是专家有意见，他觉得是不对。这一件哈，刚才讲的它这个湖底绿哈，它这个第一个哈，我们讲说也没有说太苛求它有多大的作用，不过它这个有点偏那个什么。偏粗了，变粗了一点哈，就是里面比较差，我感觉是这样。对，然后这个画工哈也没有雍正那种，因为它比较匠气，比较死板哈。我们讲是画工，这个你要多看雍正的画工来讲啊，一看就知道这画工就不到代，不够细腻，再加上那款就不对了哈。但是雍正年这4个字哦，这个款是写法不对的。你看这样的4个字啊，专家认为差很多，你的档次有没有办法认为它差很多哦？这是一个。啊，以我的档次都认为是可能还看中国瓷器的这个功力啊，不容易。因为落这个款的话，这种料款的话，只有2个人在落，一个是戴宁，一个是徐国正。你要看在早期之前的话，是徐国正，台北故宫的款哦，雍正年制的款是大部分都是属于戴宁写的，他的款很容易辨别啊，他的书法功力很强。所以你估计这个清末明初，应该是民国清末明初的时候，这一件就是海塑啊，乾隆的青花跟海塑啊，颜色也都是很沉淀，都是很扎实，胎体啊也细薄，我是认为档次是也不错，但是蔡先生评价也不高。这一件是道光以后的产品啊，因为这个我看它釉里红的那种特征都没有，我不晓得它是用什么烧出来的。因为青花釉里红不容易烧，能够同时出色的话，它的釉里红一定有比较浓的，有比较淡的，就是说有颜色有飞掉的啊，这个都没有哦。而且它的画工来讲也是不到位的啊。这种组合来讲是道光以后的产品，也有点那个做旧的痕迹哎，就是它没有那么亮啊。它如果乾隆款的话，不可能里面有这种瑕疵，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柴烧的，可能是柴烧的。接下来这一件龙凤啊。双龙双凤，龙上凤下，啊，这个东西可能是雍正开始有这个东西，到乾隆到嘉庆，甚至于在后面都一直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很吉祥的东西，皇室可能很喜欢这个题材，所以烧造的数量很大，也不止一个朝代，好几个朝代一直有烧这个东西啊，这是我的了解啊，因为我们从拍卖的记录或怎么样，我们看了很多是那量体非常大啊。蔡先生认为可能也不是特别到代。这一件哦，其实它的款已经算写的有点的7、8分像了，应该是它的缺点，没有反到正统的位置在哪里？龙凤的画工没有像雍正乾隆那个龙的画工，整个那个线条非常矫健，而且有力道，就是那个活用灵活性不够。你看那爪子就可以知道，它的爪子就没有力量。大行家他就是很容易点破哪里不对，但是这个都绝对都不是近代仿的，应该都100岁以上的，100多，现在在中国也认定它是对的东西，也认它是古董了。这一件啊，大概在我们前一阵子曾经出现过，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乾隆的彩瓷，是不是外销瓷啊？很可能的外销瓷，因为那时候外销瓷数量相当的庞大，比较奇怪的一句话就是比较纳闷啊，基本上不可能有款外销瓷。那这一件是有款，
它的开光基本上是英国人的田园啊，那是他们狩猎。那么这1、2年来啊，学着有时候看一些书，就去看到啊，乾隆57年1792-93大英帝国United Kingdom 第一次派那个庞大的外交使节团来给乾隆祝寿80岁。那么前后这一趟旅行呢，从英国到中国，然后在中国游历了大半年，然后再回去，全程大概接近2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中国近代史里面是很出名的一个事情。那个使节团的团长叫做 George Macartney， 他带来的东西啊，不是1件2件，其中他送给中国什么呢？都是比较现代化、新的东西。对啊，科技东西。对，他送了其中一些就是天文的，到时候什么天文资料测象啊，一些什么东西。天文望远镜有啊。对。反正这些天文仪器，北京因此而在那个时候成立天文馆。你可想象啊，他送的东西啊之多。那么想当然尔啊，人家有送，一定有回礼。这回礼的部分啊，中国有什么好回礼？最好回礼一定是瓷器、丝绸、茶叶这类东西。对，因为中国外贸到英国啊，英国那时候的记录啊，对中国的买东西最多的是茶叶。茶叶占了70%啊，在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英国人已经很喜欢喝茶。喝茶那时候啊，除了中国以外，找不到第二个地方。日本那时候可能茶叶都还没有办法做，那时候日本已经做了100多年的瓷器了，所以日本的瓷器那时候已经卖不输中国，可能比中国还多。他买生丝啊，从江南的那些丝啊，都占了28%，78%茶叶，28%生丝哈，要去做衣服，再下来就瓷器。啊，瓷器量那时候不大了，已经不到10几%。为什么10几%？可能是有日本的竞争，因为日本已经开始可以做，日本很快就学到中国。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一直看这些资料，这个画呢，大家朋友都给我讲，这个可能是英国的图画。我本来还没有把握，那上次我们提到这个黑色的这个一点的叫什么狗啊？英国猎犬，那个叫什么？大麦町耳朵是竖起来的吧？啊，101中狗啊，101中狗的大麦町。所以耳朵是垂下来的，所以我在想，这个图腾啊，也是英国人很喜欢的，啊，那开光里面的东西是英国的东西，然后呢，它这个上跟下的这个体啊，是欧洲皇室啊、贵族啊，他们喜欢的这个颜色，就是黑底啦、描金。我说这个会不会是乾隆皇帝回赠给这个大英国王啊？这瓷器。那么还有一个呢，缅甸跟泰国它交通复杂，有战争或者是互为互相，你今天是你做老大，明天是我做国王，前后交叉了300-400年。他们这个使节团离开中国进入中国最后一站就是曼谷，然后这一件我在哪里取得？我很实在的讲，这一件我是在曼谷拿到的，曼谷的一个古玩城叫做 River City。那个年代我还记得是在，它好像是金融危机是98年，我是在金融危机的后面1年，我在曼谷拿到。这个是实在的，我讲话不喜欢讲不实在，所以这个东西很可能是去的使节团里面包括不止大英的使节团，缅甸、泰国的使节团有跟他们一起上他的船来在这边。他们有时候一次进去到中国，他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去，有时候2、3个国家大家一起成群结队一起去。因为中国皇帝也很忙啊，他不可能日子接待你几个人，他只几个人一起来。所以这个大英国就最后，因为文献上很明确的，我也去注意查，最后是有这个缅甸或者是泰国的跟他一起进出。所以这一件东西会不会是乾隆皇帝制造？因为他们停留时间很长。很有时间，完全有时间去做完这些东西来回送人家这个礼。送的礼，这是可能这个属于要给新罗国王，或者是要给缅甸国王。虽然画的是一样，他不可能另外又画缅甸的小朋友，就同样东西一部分就给他了。他的这个东西呢，战争或怎么样，或者这个动乱，最后在曼谷流到古玩市场。这是我可以这样讲。这个上次我们也提到过，这种器型不是中国的瓷器的器型啊。我们讲的明清的很多瓷器它很多地方的它的线条都离不开这个商周青铜器演变过来的器型，所以在官窑器里面没有这种器型。在我观念来，这件事说应该是在比如说英国或是外国到中国景德镇或是在这个定烧的
定做的哦，或甚至在广州定做的也不一定。所以按照它的定做的样品画工做出来的，我这样是这样认为。它的款我也刚才看过，没有看到过这种款的。那是不是官窑我不敢说了，因为没有看到这种款。再加上它的描金哦，它只有局部的描金，那个地方哦就是线描的描金。那这个描金的话，到现在都没有褪色，表示它这种真金。那这个黄色的地方就是颜料，不是描金。大家要看，当时也是很细工做出来的这个线条。你如果侧着光给它照的话，这个材料附着的非常沉稳。这个东西如果是250年前的东西啊，250年的彩啊，到现在啊完全不会脱落。所以那时候的这个施彩的技术，包括这个材料都是非常好的东西。那么再给大家参考一下它这个款，在官窑里面没有看到过这种款。没有看过的，没有看到这种款，对，大概字，站在字体字的写的是觉得你说功力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不好讲，因为东西写的好不好，应该有几分的字写的很好，但是不是标准的款，对吧？不是，官窑里面我没看过这种款，对，就是没有，没看过这种款，不仅是没有这官窑的款，所有纯式的官窑。这没有看过这种款，哦，所以这又是一个吊诡啊。第一个写的是很好的款，那你有没有看它的胎体是不是老胎？它手工胎，但是不到乾隆的年代，老胎。这个已经是乾隆，如果对的话，乾隆57年、58年，也有可能讲到也有可能，它不是乾隆早中期的啊。你说乾隆晚期有可能到道光的啊。对，所以他嘉庆啊，厉害了。早期他确定不对的。那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对的话，1793年那时候乾隆已经57、58年，就最后面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加到这个胎。但是老的东西是老的胎，对，所以那个时间差是很接近哦。我们是这样，他今天在讲，不是乾隆那种很标准的那种胎。对，乾隆瓷器最多是在0岁到20几岁，乾隆到25岁以后基本上不烧瓷器，瓷器的量体不到10%。这个是我们一个认知啦。乾隆后期都是喜欢掐丝珐琅。比较有味道，像这样的一个描金这样的东西，你看看，这是我太太家里是在用的，也是一样。你看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一定是很流行，在欧洲很流行的一种，是不是完全一样？是不是很接近色调色彩？这唯一的缺点不能进微波炉，这以前在欧洲是很高档的。这一件在我这一年那个时候，因为公司20周年了，所以我特别给它造一些都是彩色的。那时候我自己写的。摘蓝金彩三寿竹三面开光粉彩，那时候霁蓝，这个就叫霁蓝。大清乾隆年制，48公分高，洋人龙装手类图用纸。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在2007年就是在我手上所以我也是这样一个凭证，绝对不是这10几年来随便买随便做，不会这样。我们讲话实在，好吧？谢谢大家。